他那边问得起劲儿，蓝启仁也顺着他那番话一起了当年被魏无羡霍过的云深不知处，面部肌肉愈发紧绷，隐约还能听见后槽牙相磨的诡异声响。魏无羡瞅准机会，一脚蹬在江澄腿上，又对着蓝启仁哈哈笑着：“江澄脑子时有不清醒，您别当真哈。”蓝启仁眼睛一翻江宗主所言，我看倒是勾据属实。魏无羡、江澄得意地瞥了那边一眼，忽见魏无羡笑得又傻又蠢，视线下移，盯着他与蓝忘机暗搓搓握在一起的手，嘴角抽搐，方升起的那点得意瞬间败光。魏无羡此时也来了劲儿，手指轻轻挠了挠未来道侣的微微汗湿的掌心，抬头接着接好兄弟的老底儿的确属实，他那句话尾音悠长，余韵绕梁。江澄心中蓦地腾起一股不祥的预感，见气势够足，魏无羡慢悠悠道：“我当年上山捉鸡，不对，是兔子，下河摸鱼，哪项没有你江宗主的参与？”江澄果然。江澄道：“魏无羡，你不要以为我现在不敢打你。”魏无羡道：“你当然不敢打，你现在出手，定是2打1，毫无胜算的。”江澄、魏无羡哎，江澄你往后找个比蓝战强的道侣，说不准能赢我们俩。江澄，围猎结束，清谈会也接近尾声，再过个1、2日，各家也将陆续回自己的领地，继续处理战后那些个麻烦事儿。魏无羡已定下前往云深不知处的日程，如此重大的事，却还尚未通知他师姐，因此拜别蓝启仁，3人便往江厌离的住处而去。魏无羡定下婚事，心中高兴，行路如风，迫不及待要与他师姐分享此事。说起来，他们云梦3人，他不是最大的，也不是最小的，却极有可能是最先嫁出去的，道侣也是最为优秀的。想到此处，心中满满的自豪。他带着满腔热血与抑制不住上扬的嘴角，冲至门前，连往日里于他师姐面前保持的那点矜持都做不到，抬脚踹开房门，嚷嚷道：“师姐！”蓝老先生。屋内，江厌离拉着他絮絮叨叨的金夫人以及红脸低首娇羞不语的金子轩，3人齐齐盯着屋外角还没放下去的魏无羡。结合白日发生的事，任谁都清楚里面在谈什么。同意我与蓝湛的婚事了。方才卡在喉咙里话顿了一瞬，而后缓缓吐出，声音越来越小，直至虚无。魏无羡，魏婴，魏无羡，你跑那么快！须臾，蓝忘机与江澄也追了上来，见门口呆立的魏无羡，心下好奇，也往里面看去。江澄口中的话彻底噎住，出不来了。屋内3人与屋外3人对视，静默无语。江澄与魏无羡的目光默契地放在金子轩身上，蓝忘机往日里惯会盯着魏无羡，此时也顺着他的目光往那边瞅去。自知成为焦点的金子轩，半晌，江澄开口，声音凉飕飕的：“谁能来解释一下？”众所周知，金夫人老早便相中了江厌离，江厌离与金子轩也自小定了婚约。年少时的金子轩又一时冲动，一纸婚约作废，现下后悔不迭。白日那事，望仙2人走后，金子轩因过于羞耻，兀自跑了。虽然丢脸了些，但好歹有了商量的余地。因此，围猎方才结束，金夫人便差人寻了满山，将自家那不争气的儿子找回，又带着人来找江厌离，欲趁热打铁，将其拿下。他算看出来了，不止金子轩倾心于江厌离，江厌离对自家儿子那番心思，历经10余载春秋，也未消磨半分。如此一来，事情也好办了。2个孩子不说话，他这个长辈于中间撮合，眼看着事情快成了，大门却被魏无羡一脚蹬开。两厢静默半晌后，还是江澄率先开口说话。江厌离与金子轩的婚事，江澄虽心中不愿，但他阿姐自愿，又牵扯到了2大世家的联姻，也并未阻拦。只是今日已经够闹腾了，嫁出去一个还不够，另一个也要保不住了。意识到自己将准备2份嫁妆的江宗主，魏无羡也在江澄这一声后回过神来，意识到后院失手，再看他师姐那样，似乎也像是自愿而为。此时此刻，突然有些理解江澄是何心情了。自家师姐喜欢，拦也拦不住的。恶狠狠瞪了金子轩一会儿，魏无羡便觉眼睛酸涩不已，干脆不理，扭头嘲笑江澄：“哎，你说说你，看不住我，还看不住师姐吗？”江澄、江厌离，江澄咬牙道：“
你还有脸说？快闭嘴吧！江厌离见状，忙转移话题，先说阿宪的事吧。蓝老先生能同意此桩婚事，实属不易。这话题转得突兀且僵硬，可此话出自自家阿姐，无论如何，也不能让江厌离尴尬。江澄回道他能有什么好事？说好的娶，自己又送上门喊着嫁。江厌离闻言瞪大眼睛，阿宪本来就该是嫁的那个呀，他竟还有过迎娶韩光君的想法吗？江澄、魏无羡挣扎一番，道师姐，我看着就这么像是嫁的那个吗？江厌离问，难道不是吗？魏无羡